现在就在喷泉的旁边，放烟花就在这里啦。这是我第一次在烟花的同一高度看烟花。沙巴雅比的过年气氛呢是真的很浓。这个烟花我看了记录，足足放了8分钟哦。大家猜猜这是谁家在放烟花？原来是沙巴本地的房产开发商 Sinaland Element。我之前有做过视频的，有空的时候可以回看一下他们的房子哈。平均价格大概在600马币1方尺，有面向可可山的 unit， 景色超美。所以刚刚就是在这里放的鞭炮，那个喷泉等一下会出来。当然在沙巴过节还必须得过全套，必须上舞龙舞狮，还得是夜光的。美国的舞龙舞狮鞋子是不对的，那美国的舞狮我一看，哇，鞋子穿帮了，还是个黑球鞋。大马的舞龙舞狮造型还是比较讲究的，鞋子都必须套个爪子。因为最近老是听到很多中介说，在马来西亚买房呢，一定要去吉隆坡，其他地方根本比不上啊。但其实这么说的人呢，是肯定没有了解过东马，尤其是沙巴的房产。作为一个又去了解过吉隆坡的房产，也有了解过沙巴雅比的房产的博主，那这期我就分享一下我的浅见，在沙巴买房比吉隆坡买房更好的3个优势。那当然欢迎大家留言反驳哈。那还有一个在西马买房呢，有一个圈套，大家一定要注意的，这也是我亲眼所见的一个套路。然后等一下再告诉大家。开始之前别忘了点赞、订阅、开启小铃铛。那我去年呢是为了办这个美国的护照去了西马2趟。这个幼儿园在这边，所以我每一趟呢都有去看吉隆坡的房产，订了2套，因为那边的销售实在是太会卖了。那后来回到雅比，一冷静呢又把它 cancel 掉了。为什么呢？首先就要讲到第一个原因，就是它的投报比，也就是租售比实在太低了。吉隆坡能做到5%的租售比呢，已经差不多是天花板了。别看那些说给你3年保底，每年5%的，这个套路害了很多人呢。我们当时去吉隆坡住的一个短租房就是这样子，这个公寓的屋主买的时候大概是120万，但是现在的二手价格呢跌了一半，只有60万左右。当年的中介公司就是答应每年给5%，但是你有没有想过这个羊毛是出在羊身上的？也就是说，你3年内拿的那5%，在买房的时候已经被加上去了。后面插一句，这个游乐场呢也是 Sinaland 的开发商特地做给住户的。吉隆坡的销售是真的很会卖，因为他们算出来的租售比都非常高，但是你真正上网一查，就是附近的短租房和长租的价格呢，都是要比雅比低的，就是同等面积的，而且呢，房价比雅比这边至少贵了1倍。哇 ，Element 这边出来好漂亮啊！这边还有一个攀岩的。东马的房价更便宜，像Sinaland这个公寓呢，大概是500到600马币1方尺，约13万到15万台币1台平，8000到1万人民币1平方米。已经有开，就是 Source Coffee， 还有兴旺板面马上也要开了，前面有个 Orange， 兴旺板面也是一个老牌子哦，几10年了。边 Orange， 过来买水。水大概是1块多一支了，1块2。那老板说他们做这个公寓呢，其实是不赚钱的，因为他们的建筑成本因为疫情的关系，差不多到300马币1平方尺。那他们卖大概500到600的话，如果没有全部卖完，再加上各种各样的杂费，其实我觉得沙巴雅比的价格现在就是一个地板价。它这个价格我觉得不太可能往下跌了，因为人工成本跟建筑成本一直都还在往上涨，已经是全球地产的低洼地了，是台北的1/10，泰国的1/2。甚至比非洲都要便宜。我真的看了一下，南非的价格都比这个要高很多啊。那就算是雅比的自住楼王天喜168，大概也就在800到900马币1方尺吧，又能看到神山，又能看到海湾。那雅比最贵的黄金地段的短租公寓，下楼就是跳岛码头、曙光广场，走路5分钟去到雅比的心脏100年的嘉雅街。预售屋大概也就在1000马币多1方尺吧，对比吉隆坡就至少便宜1半了。但是雅比这边的 ADR 就是 Average Daily Rate， 日租率是比吉隆坡至少要高30%以上的。
那也就造成了这个租售比呢是在沙巴，尤其是雅比远远高于吉隆坡。那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回来之后冷静了，又把吉隆坡订的不同的2套房子都退了。那讲到第2个优势呢，就是雅比盖房盖的真的很慢。大家可能好奇说，为什么我说盖得慢是好事呢？因为第一个，比如说你买了房，你作为屋主，你肯定不想旁边突然多出来一个楼跟你抢风景，也不想人口密度太大造成交通堵塞。那说到这里呢，吉隆坡听说要征收这个塞车税，西马的这个交通费比起沙巴本身就已经高很多了。就比如说你坐车从吉隆坡国际机场到市区，至少70马币的交通费吧，而且要塞车可能1小时才能到。那我上个礼拜从台湾飞回雅比，从飞机降落到回家躺平只要30分钟，打 Grab 大概15马币。国际1线大城市呢，一般高层建筑盖到密密麻麻，就会比较密集恐惧哦，而且大城市的压力也会很大，赚的钱再多也不一定活得开心。而且吉隆坡那边呢，离中央太近不是一件好事来的，就好像它的这个美化提升工程，就要把中文字很多全部都要抹掉，而且连英文都没有，变成马来文。我在想说，一个国际的1线大城市有必要这样子弄吗？真的，我觉得至少要保留一下英文吧，要不然大家来了之后连招牌都认不出来，可能会疯狂迷路，那这个交通不更加堵塞了？你东马就没有这个问题了，你在街上面看到一眼望去都是中文招牌，这边天高皇帝远，田园任逍遥。东马出了名的就是种族和谐，无论你在任何一个餐厅，你都有可能看到华人跟马来人还有土族坐在一张台上面，大家一起聊天，你这在西马是非常非常罕见的。我觉得未来的10年是乡村赶崩的天下。无论是哪个国家，大城市的发展今天已经出现了非常多的问题，无论是交通、供水、供电、食物供给、排污、空气污染、压力过大，这些无疑都让我们在反思，到底去大城市生活是不是一件有意义的事？而是像在雅比这样子3、4线的小城市享受生活，享受新鲜的空气，尤其是在大城市已经出现呼吸道问题的，比如说哮喘的，东马这边呢63%是森林，而西马那边呢37%是森林。中国大陆呢就更少了这个森林面积哈，台湾其实也有60%几的森林面积，所以台湾人来到雅比呢是会很开心。那下面就有很多网友留言说啊，怪不得我来到雅比之后呢，哮喘病就没有犯了，但一回去之后又开始哮喘。我发现北方的朋友啊，尤其是北京啊、天津啊，就特别喜欢雅比，因为跟那边的环境是完全不一样。我们一个天津的朋友回去天津就说啊，你看我这雾霾。我当时看到这个图的时候一脸问号，然后他立刻发了第2张图，我当时惊掉了下巴，因为加州大火应该都没有这么夸张的雾霾吧。又看到吉隆坡的博主你的杠精发了一张雾都的照片。然后我们群里有个小伙伴去钓鱼，同一天看看后面的蓝天白云，我们真的是要感谢东马的这片原始森林，能让我们在吃喝玩乐的同时没有任何后顾之忧，不用担心我们呼吸的空气。刚才钓到石斑鱼的那个小哥，10几年前被公司派到雅比开拓市场，他说产品没卖出去，结果把自己卖身给了土族太太，现在已经有小孩，还有个海钓的小生意，顺便把钱也给赚了。大家想听他在雅比创业的故事的话，记得留言啊，留言够多的话，我去约一下海钓，找他聊天，套一下他怎么娶到土族太太的。那再讲到第3个优势啊，就除了沙巴这边的景色超级美，晚风也很舒服之外，这边的基础教育其实是非常不错的。如果你去西马的话呢，外籍人是没得选，只能上国际学校。但是东马这边呢，有几千马币1年的私立学校，而且读中也可以给外籍人进，只要你考过了入学考试，光是雅比就有2所读中可以选择。而且东马这边的读中英文教学比例非常高，连只讲英文的外籍学生也可以去考读中的 UEC， 就是不用考中文都可以。就是像如果中文不好的话，他们可以去读 Lower Chinese， 也就是说初1是上小学4年级的华文课本，初2是上小学5年级的华文课本。所以沙巴这边读中里面有很多的国际生，
到了高中以上呢，差不多80%的课是要用英文上的。其实你算一笔账啊，中学如果你不上国际学校，而是上独中的话，那你省下来的钱都够买套房了。那独中的教育质量和难度也是非常过硬的，只要进去认真了解过的人都会觉得，其实独中真的不简单，而且它是完美填补了国内公立中学超级卷跟国际学校完全不卷这两个极端中间的空白。我称之为小卷，就是以考代练，天天小考你也得复习，但是该玩该运动该研究自己兴趣的时间也很充足。我们有问过建国的一个优等生，他就说作业大概5、6点就完成了，其余还有很多时间让你自己做想做的事情。那其实很多人都不知道，居然有独中这么神奇的学校存在啊！那我老公是在独中通过班的一个学渣呢，他在算术方面都比我快很多，而且在动手跟动脑的方面也比我更优秀。老爸就经常说，你看我们这些乡下长大的，把我们丢到哪里都能活得很好，但是你们这些城里长大的，来到乡下连个洗手间都不会上了。不过真是的哈，就是我们家俩娃是在美国长大嘛，在蹲厕所这方面还在培养。我有试过让他们每天呢蹲个几分钟，不往后倒下去，但是暂时呢还不是每次都能成功。所以就是不会 Asian squat 的 Asian 在 Asia 就会很尴尬。在沙巴买房的尴尬就是卖房的中介都太 chill 了，一般就是你喜欢就买了，不喜欢也 OK 无所谓啦，买与不买都是随缘，而且一般不会帮你算这个租售比哈，因为这边房产90%的客人都是本地人，大家要不然就是自住有刚需，要不然就是已经对这边的市场有一定的认识，比较少有国际买家。那房产中介其实也不太清楚国际买家需要什么，所以呢，我在经历过西马的销售过程之后呢，我是真的觉得沙巴的房产销售人员如果有西马1/10的努力都能卖掉现在市场上所有的在售房屋。那再总结一下为什么沙巴的房产优于西马的3点哈，第一个就是价格低，租金高，租售比西马高出1倍。那在全球来看呢，能够直飞国际的城市来讲呢，已经算是低洼地了。它的售价稍微就比建筑成本高一点，而现在的建筑成本、人工成本、运输成本都一直在上升，所以沙巴的房产能够抗通胀的可能性就更大一些。第二就是盖房速度慢，不会一下子盖太多，造成供过于求。那现在西马就是面对这个问题，盖房速度已经很快了，还在疯狂开发新楼盘。我上次去西马就已经觉得已经有一些这个问题了，就供过于求可能会越来越严重。那当然了，如果你要租房的话，肯定还是西马便宜很多。但是如果你要买房的时候，就要看为什么这个租金这么低了。那沙巴本地开发商呢，一般是盖好一个 project 之后卖的差不多了，休息才会开新的楼盘，而且他们的现金都比较充裕。但是有一些开发商可能是用股票里面的钱，这就跟东大之前出现的问题呢有一点相像哈，就不知道会不会出现几个锅只有一个盖子，那现金流能不能跟得上这些问题。那我相信以目前的各位观众都应该和我一样会有这些问题。那有时候呢，你也知道上市公司为了冲业绩维持上市的资格，会不会做一些不应该做的事啊，我们不得而知。总之呢，我是如果买房的话，我就认准了沙巴本地的开发商的项目，成功的概率会更大一些。尤其是已经盖好的房子呢，现在在沙巴雅比附近呢，其实选择真的不多，可能也就那么几个建案而已。那第3个优势就是沙巴本地的教育，其实我觉得性价比是非常高的。如果大家是选择私立学校再加上独中这条路走下去的话呢，那小学能够省出1套房，中学能够省出1套房，1套留给自己，1套留给小孩，至少未来的生活有一些保障嘛。而这边补习班、兴趣班、各种体育活动呢，成本也都很低。尤其像高尔夫这样，其实本地是有藏了很多高尔夫的高手，教练的价格比起其他地方来讲也是便宜很多，所以韩国人他们很早就发现了这一点，很多的韩国的 pro 的那种青少年呢，都是来雅比这边训练的。那孩子读独中的出路呢，肯定比读国际学校更广，中文有基础，英文也掌握，可以去英美澳加日韩，也可以回中国。
可进可退。未来的世界，我觉得是中国科技结合海外市场，所以中文、英文、本地语言都需要掌握。后面的观点呢，仅代表我个人的观察。我是作为在美国买过房、卖过房的一个来马来西亚看房的买家呢，在看这个市场上的一些利弊。那我有看过吉隆坡、槟城和雅比的房产，最终决定买房还是要在雅比。无论是公寓还是低屋，东马在价格、盖房速度和教育资源呢都更有优势，只不过大家都还没有发现这个宝藏而已。绝大多数的人根本就没有来过雅比。那么大家如果要办第二家园的话，那还是得来东马看一下，说不定这边更适合你呢。这边人的态度呢，基本上就是喜欢就来咯，不喜欢无所谓咯，一切随缘。